养多肉植物巧用木炭，不但能解决土壤不透气的问题，还能赶走虫害，让多肉植物再也不会烂根化水，一天比一天美。特别是家中没有多菌灵，今天花花介绍用木炭粉替代多菌灵的使用方法。虽然木炭好处多多，但是有一种木炭千万不要用，用错了效果很严重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介绍一款养多肉的神器，那就是木炭。木炭养多肉超级好用，比花花都好用。木炭除了可以垫底，还能作为配土材质，可以作为肥料，也可以替代多菌灵，给多肉植物伤口杀菌消毒。真的是用途多多，好处多多，让人爱不释手。那么具体怎么用呢？跟花花一起看看吧。1. 木炭垫底。很多花友都会捡一些东西来垫盆底，能够增加土壤的透水透气作用。其实木炭也是一种垫盆底非常好的东西。木炭本身就是一种很透气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养多肉的时候，也可以将木炭垫在盆底，来提高土壤的透水透气性，也能够改善土壤的营养结构。所以花友们下次换盆的话，可以垫一点木炭。在这里花花要提醒大家一点，因为木炭本身是一种比较碱性的物质，所以给多肉垫盆的时候，可以将木炭清洗一下，晒干后再垫盆。但是对于喜欢碱性土壤的花卉，比如木槿、丁香、石榴、月季等，可以直接使用。2. 配土。多肉植物配土的时候，可以加入木炭颗粒或者木炭粉。因为木炭可以增加土壤含氧量和固定水分养分，所以养花在土壤中加入适量木炭粉或木炭颗粒，能起到很好的土壤改良作用。其次，要想让花卉和多肉生长得更加旺盛，就得多用点肥料，植物的根系长壮实了，整个植物的状态也就好很多了。那么什么肥料才会壮根系呢？钾肥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壮根长叶的肥料。木炭烧过之后的木炭灰就是一种非常好用的钾肥。木炭施肥也比较简单，花友们可以将木炭直接放在花卉的土壤里面，慢慢的木炭跟土壤融为一体之后，就能够释放出钾肥了。但要注意木炭粉的使用，少量即可。3. 防蚊虫。养花也好，养多肉也罢，最令人头疼的应该就是生虫子了。一旦生虫飞的屋子里面到处都是，让人头大。特别是室内养护，用过多的药剂对人的身体还不是很好，此时就可以用木炭来解决虫子的问题。因为木炭在燃烧之后，木炭上面会有一些硫化物，这种物质对植物有很好的防虫效果，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简单，可以将燃烧后的木炭敲碎了，或者是研成粉末，直接撒在土壤表面，或者是兑水直接浇到土壤里面，都能够起到很好的防蚊虫的作用。4. 涂抹伤口。花友们在养多肉的时候，经常会通过剪枝或者砍头来繁殖多肉。通常剪掉之后的伤口，我们都建议用多菌灵涂抹一下来避免病菌侵入。但如果身边没有多菌灵的话，可以将木炭研磨成很细的粉末，然后直接涂抹在伤口上面，也能够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。5. 使用注意事项。烧火的木炭我们称为活性炭。活性炭可以拿来种多肉，木质活性炭具有密度低、表面积大和吸附性强等特点，同时颗粒状的活性炭还兼具一定的硬度，所以将其中的木质活性炭拿来当成颗粒，然后少量掺进土壤之中，混土栽种多肉，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如果太多的话，肯定就不行了，其必然会影响多肉根系的正常生长。此外，大块的木质活性炭可以拿来给多肉当垫底材料，比起混土栽种多肉相对来说会更好，因为其经过高温处理，不但不会长虫和发霉，而且透气性和排水性也上佳。虽然亲根性很差，但放于花盆底部并不会对多肉造成什么影响。另外，如果木炭不是单纯的木头烧制，比如有其他合成材料在一起的话，那么这种木炭不适合养多肉。除此之外，烤肉用完的炭灰千万不能直接用来养多肉。我们都知道，炭烧完以后的炭灰主要的成分是一些残渣和一些矿物质的残留物，而矿物质中化合物的含量比较高，如果直接用来养多肉，容易造成多肉的养分过剩，甚至造成烧根。6. 可以使用的原理。木炭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，碳酸钾是强碱弱酸盐，主要成分为 K2CO3。
其主要作用有促进种子发芽、促进生根、防止落叶、改善品质、抑制病虫害等等功效。但提高果树抗旱性时，不可与酸性肥料、农药混用，使用木炭灰喷面时，要经过滤澄清后使用，以防对叶、花、果造成污染。然后在园艺里面作为木炭灰肥料施用是需要注意2点。第一点就是单独施用，不能与有机农家肥、人粪尿、旧肥、堆沤肥等氨酞氮肥混合施用，以免造成氮素挥发损失。也不能与磷肥混合施用，以免造成磷素固定，降低磷肥的肥效。第二，因其属于碱性，所以适合使用在以粘性土、酸性或中性的土壤上。放在土壤里面使用时，是作为基肥、种肥和追肥来用，但要注意肥量不能过大，以防烧种、烧根。当然，育苗、育秧也可以作为覆盖物使用，也同样注意使用距离，避免烧苗。木炭粉属于碱性，多肉喜欢酸性的土壤，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使用木炭配土的时候，注意少量使用。但代替多菌灵的这个使用方法是比较推荐的，大家可以放心大胆使用。除了木炭粉，家里拜佛等用过的香灰也是很好的养花材料，所以烧完的香灰可以收集起来，养花种盆栽堪比黄金肥料，不用花什么钱，还能比买的好用。快来一起看看到底怎么用吧。香灰养花，香灰作为天然肥料，对养花有着多方面的好处，这主要是由于香灰含有丰富的钾元素。钾元素在植物生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，有助于增强植株的抗寒性、抗旱性和抗倒伏能力。这种特性对想要种植健康植株的人来说尤为有益。此外，香灰能够促进植物根系和枝叶的发育，尤其对球根类花卉，例如郁金香和风信子等，更是有明显的好处。这种钾元素不仅能够使根系生长更加壮实，也有助于球根发育膨大。香灰之所以特别适合在家中使用，是因为它燃烧后几乎无细菌，不像一些未发酵的肥料容易滋生病菌。比如家中没有草木灰或木炭粉时，可以使用香灰处理一些植物的伤口。将香灰涂抹在伤口上，能有效地起到防菌和防腐的作用。这样，当植物出现枝干折损或修剪时，可以避免伤口感染，从而为家庭园艺提供了一个简单且廉价的消毒选项。使用香灰时，有几个简单而重要的步骤。首先，可将少量香灰直接拌入土壤中，这不仅为植物提供了钾肥，而且由于香灰是一种缓效肥料，能够长时间地为植物提供养分。不同于许多需发酵的自制肥料，香灰的优势在于它不需要经过发酵过程，即可直接使用，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同时，这种肥料性质温和，不会对植物的根系产生灼伤风险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香灰属碱性材料，若土壤板结或碱性偏高，使用香灰时要适量，避免进一步加重土壤碱化，从而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。在具体的使用上，香灰在施用量方面也应稍加控制，通常土壤的5%左右即可，避免过度使用。最好是每隔1到2个月施用一次香灰肥，以防土壤碱性过重。通过香灰这一绿色环保的方式养花，不仅帮助植物获得养分，还让园艺变得更加简单和低成本。因此，在日常养护中，掌握香灰的正确使用方法，不仅能增强植物的抗性，还能助力花草茁壮成长，为家中增添更多的绿色和活力。除了养花外，香灰在家庭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妙用。首先，香灰具有非常有效的除臭功能，能够吸附空气中的异味分子，轻松消除腐烂物、动物粪便等带来的难闻气味。当你将香灰撒在异味较重的地方时，它不仅可以抑制气味扩散，还能增加摩擦力，使清洁变得更加简单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香灰在去除油渍方面也很出色。香灰吸附性强，可以用来清洁排水口，消除垃圾桶异味，甚至在清洁油腻的厨具时也大有用处。日常生活中有了香灰的加持，可以让家居环境更加清新，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，大家都一起试试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可以用来养花的妙招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
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